我都已经把挖机开过来了，这位大爷还在坚持自己用人工挑，这个就多少有一点不相信我陈师傅的技术了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东家建了一个新房子，但是门前有一个很高的坡，都是用土填起来的。只要附近谁家在拉土，东家都让货车司机把土拉到他家里面来。这些拉过来的土啊，东家呢舍不得要挖机帮忙，每次都是自己用锄头和瘪担把它挑平的。他这个平也不知道填了多少次土了，总算是填得跟前面马路差不多高了。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次填土。这个大爷呢，他还想自己用锄头和瘪担把这2堆土挑平，可是大妈就不同意了。这最后一次他想任性一下，叫一台挖机来弄平，不顾大爷的反对，他就把我叫过来了。这2车土啊，交给我最多就是8个小时的事情。我跟大妈提前说好了，反正3个小时之内呢，我就只收他一个起步价。我就跟他说，再给我多找一点活，他就罚得雷一点。但是大妈说，他就只有这2车土要整平。后来他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我把这2堆土整平之后，要我用挖机啊，在这个平上来回压，把这些松土压紧。他反正就是要我做满这3个小时，不让我占便宜。嘿嘿，不得不说，这个大妈还是很厉害的。不过这里有一点我是没有想明白啊，那就是他把这个砖头和沙子填在下面，而把防土填在上面，这样只要下雨，路上就全是泥巴又打滑。但是大妈呢执意要这样做，我也不敢说也不敢问，他是东家，照他说的做就行了。还不到8个小时呢，我就把这2堆土整平了。3个小时之内多算起步价，这个话呢是我自己说的。现在呢虽然没有活干了，但是东家要我压满这3个小时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我就开着挖机在平里压过来压过去，想着还要这样来回压2个多小时，真的是太无聊了。我早知道就别这样跟大妈说就好了，结果这就是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从白天一直压到天黑，话也没有吃，反正就是一直这样压。我下次接到这种小活，再也不敢说3个小时之内都是起步价了。这里有一棵树长在了东家的正大门口位置，每天的阳光都被树枝遮挡掉了，而且夏天也很招蚊虫。大妈就要我用挖机帮她修剪一下树枝。反正大妈呢就一直在旁边想啊，看家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挖机做的，硬是要我做满这3个小时才要我下班。然后我呢也想了一个办法，大妈不叫我停呢，我就不停，我也不去吃饭，就一直在这里来来回回压。结果我压了4个多小时了，大妈才发现，她就叫我停了。是吗？哎，荷包山的了。下巴山啦？哎，荷包山的，荷包山的。哦，要得。一个2个红啊。哦。荷包山的谢谢啊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快9点钟了，这下超过时间又要另外加了。因为太晚了，我没有把挖机拖回家。第2天一来，我想拖挖机走的时候，大妈她又想到了一件事情。她跟我说，这堆碎石是当初建房子的时候剩下的，现在放到那里也没什么用了。她考虑到下雨这个平就会有泥巴打滑，所以就干脆要我还给她做8个小时，用这堆碎石啊把这个平铺满，让我加上昨天做的那4个半小时，错5个小时整。嘿嘿，还好我昨天晚上没有把挖机拉回去，这不又多做了8个小时，想想就很开心。我就一斗一斗的挖着这个碎石啊，像放盐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撒在这个平上面。我还给东家多做了10分钟，反正只算他5个小时，多帮别人一些忙，这样生意才会越来越好。东家也很高兴的把5个小时结算给了我。每天少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喜欢陈师傅的，给陈师傅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我们下回见。用挖机像炒菜一样的搅拌混凝土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。今天高高兴兴的拖着挖机来给这个东家干活。到达现场之后，又发现这个房屋地基又是被别人的挖机挖过的。东家叫我来的原因就是上一个挖机没有把他的房屋地基挖到硬底，所以他要我来给他挖6个桩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碰到这种事，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多找上我了。但是既然东家找到了我，就是我的客户，像我们做生意的就不能挑，只要他愿意给工资，就要帮他把事情做好。这第1个桩已经挖到挖机再也挖不下去了，虽然还没有挖到硬底，但是东家说算了，
那这个桩我们就不挖了。第2个和第3个桩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桩比较幸运，刚好到达挖掘最深极限就达到了硬底。第4个和第5个桩也是连在一起的，挖了1.5米深就到位了。由于挖出来的土太多，东家就叫了一个货车过来，要把这些土拉出去。把这一车土装满之后，货车司机去倒土要1个小时后才能来。趁这个等货车的时间，我们就把第6个桩挖出来。由于等的时间太久，我都在挖机上面睡着了。等货车撞到我的挖斗，我才知道货车来了。我说这个大哥，你就拿到不看倒车影像的吗？硬是要撞到一个东西才停下来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既然你先撞了我，那我也要意思一下才行。司机大哥在下面看着我每一斗都撞了一下他的货箱，他也没有说什么。我给他装满了，按了一下喇叭，他还是不走。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又要给你加几斗到上面来。拉土的货车刚走，送水泥的货车又来了。我看这个货车司机的倒车技术好像也有点差，有个人在旁边给他指挥，他倒了这么多下还没有倒进来。我总觉得他每次倒车都是往我挖机这边在倒，我还是把挖机移开靠得住一点。东家跟我说，刚才我给他挖的那6个桩，他要用石头和混凝土给他填起来，但是他却想用这个石粉加水泥充当混凝土。我就跟他说这个不行，一定要有石子跟沙子。然后刚好邻居家有一车沙子在这里，东家就跟邻居打了一个招呼，要我用挖机给他装了8车沙子。现在水泥沙子都有了，就只剩下石头了。然后又叫了一个货车司机送了1车石头过来，这下3样东西都有了。可当我准备搅拌混凝土的时候，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根水管流出来的水实在太小了，就这么小的水量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混凝土搅拌好。我就让东家先到那里放水，然后我把石头挖到坑里面，再来这里搅拌混凝土。在陈师傅像炒菜一样的操作下，不一会儿这个混凝土就搅拌好了。每放1层混凝土，然后再放1层石头，在这样的反复操作下，这一个坑就填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去填下一个坑，首先也是把石头先挖进去，然后再用斗把石头用力的趴紧，最后再用混凝土灌满。东家看到我这操作高兴的不行，我刚好有点渴了，他就拿了1瓶水给我。接下来我们填第3个，因为第3个有点深，填了一半之后就没有石头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第4个还没有开始填呢。东家就问我还差多少石头，我就跟东家说最多还差3吨，然后我就叫一个朋友给他拉了4吨石头过来。可当石头倒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我的估计错误了，怎么4吨石头倒下来就这么一点？这第3个坑还没有填满，那4吨石头就没了。东家跟我说再去拉几吨那是不可能了，然后他就把地上的红砖水泥块全部利用起来放到坑里面。但问题是第4个坑完全没有石头，我就在挖机上面左看右看，突然看到东家的邻居这里有一堆石头，立马就叫东家跟邻居又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在他这里把石头挖回去，把那个坑填满。接下来就只要把这些混凝土挖到坑里面就行了。但是这些混凝土实在太稀了，只能人工插到斗里面。东家好不容易插到斗里面，结果我的挖斗下面有个洞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送到坑里面的时候，挖斗里面就只有一半了。接下来这一斗，东家就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他丢了一个石头在斗里面，以为能够把洞堵住。结果我提起来的时候又在漏，在路上又漏了一半。吸取了前面2次的经验，东家这一次又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先用一个水泥袋放在下面。你看这次就真的不漏了。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斗，东家都放了一个水泥袋在下面，混凝土就再也没有流出来了。最后一斗感觉全是水，所以又把地上的石头和灰全部插在斗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，感觉东家建房子就跟闹着玩一样的。刚好到天黑，总算是把事情做完了，收工拖着挖机回家，每天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